你发现了吗？人这一生最累的往往不是身体上的苦，而是你掏心掏肺对别人好，别人却把你的善良踩在脚底下。你越是客气，别人越不把你当回事。你一再退让，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。你心软，别人就当成病；你情深，别人就当成灾。真正厉害的人看透人性，却从不翻脸。今天教你3个不动声色的狠动作，不用说一句重话就能守住底线，让那些消耗你、轻视你的人主动退缩，让他们对你产生敬畏。这3个动作分别是静、断、冷。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，静是情绪的沉淀，是建立不可预测感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现象？当你愤怒大吼的时候，对方反而更得意。你越急躁，他越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情绪就是他操控你的开关。你一急，他就知道你没招了；你一失态，他就知道你被拿捏了。你的愤怒成了他伤害你的武器。而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一生最核心的本事就是如不动。别人骂他，他不气；别人害他，他不怨。他的心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，无论别人扔下多大的石子，都激不起一丝波澜。这就是静的力量。你要学的东西就在这里。当有人故意冒犯你的时候，当有人挑衅你的时候，你试着不反驳、不争辩、不解释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看足3秒钟，然后淡淡地转开视线，或者若无其事地走开。请记住，是淡淡地，而不是气冲冲地。你的平静会像一面镜子，照出对方的丑态。你的沉默会让他心里发毛，因为他猜不透你的下一步，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激怒你，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抓住你的弱点。这种在心理上留白所产生的威慑力，远胜过任何歇斯底里的争吵。你静下来，他就慌了；你越安静，他越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你没有给他任何情绪反馈。他的攻击就像打在棉花上，他找不到着力点，慢慢的，他就会失去兴趣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。这就是静的第一个好处，它让你从被动变成主动。你不需要去争输赢，你只需要把情绪稳住。情绪一稳，脑子就清醒，脑子一清醒，局面就由你掌控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他们以为只要声音大就能压过别人，其实恰恰相反，声音越大越暴露你的虚弱。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低声说话的，他们不需要靠音量来证明自己，他们只需要一个眼神，一个停顿，就能让对手心里发颤。你想想看，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们平时话不多，但一开口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。他们很少发火，但一旦沉下脸，周围的气压都会变低。这就是静的威力，你也可以做到。从明天开始，遇到让你生气的事，先深呼吸3次，把到嘴边的话咽回去，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现在的情绪是不是对方想看到的？如果是，那就不要给你，偏不给，你就静静地看着他，像看一场闹剧，像看一个跳梁小丑。你会发现对方很快就会觉得无趣，因为他的表演没有观众了，他一个人是演不下去的。这就是静的第2层意思。你不做他的观众，你不给他的情绪剧本当配角，你把自己抽离出来，你站在更高的地方看他，他越卖力，你越平静；他越激动，你越冷淡。这种反差会让他产生深深的挫败感。他原本想激怒你，结果你却毫无反应；他原本想看你的笑话，结果自己成了笑话。这就是不动声色的反击。你不需要说一句重话，你只需要保持沉默。沉默有时候比任何话都有力量，它能让人害怕，因为它意味着未知，意味着你手里可能握着什么底牌，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，他不知道你会不会报复。这种不确定感会让他坐立难安，所以静不是软弱，静是最高级的强硬，它是一种让人猜不透的深沉，是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。你要学会在自己的心里修一座城，城门紧闭，外人无法闯入你的情绪，由你自己做主。别人只能看到你平静的外表，却永远猜不到你的底牌，这样你就已经赢了一半静。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，它让你回到自己的中心。很多人一遇到事情，心就跑出去了，跑到对方的脸上，跑到对方的语气里，跑到周围人的眼光里，你忘了自己是谁，你忘了自己真正要什么。静就是让你把心收回来，收回到自己的呼吸上，收回到自己的身体上，收回到当下这一刻。当你真正静下来，你会发现很多让你生气的事其实根本不值得，很多让你害怕的人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可怕，他们只是你心里投射出来的幻影。你一旦静下来，幻影就散了，你就重新掌握了主动权。这就是静的最高境界。它不只是应对别人的手段，它更是你对自己的保护，是你在纷乱世界里给自己留的一块净土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再来说第2个动作。断是收回你的价值，是撤回你的善良。很多人的轻视都是被我们自己惯出来的。你给的太容易，别人就觉得不值钱；你付出的太满，别人就觉得是理所应当。
佛门里有句话，慈悲若无锋芒，便是廉价的讨好。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，你的付出必须要有边界。古人说斗米恩，担米仇，你给他1斗米，他会感激你；你给他1袋米，他反而会记恨你，因为他习惯了依赖。一旦哪天你给不出了，他便觉得你欠了他的这个道理，用在人际关系上再贴切不过。当有人习惯了你的好，却开始心安理得地挑剔你、消耗你时，你不需要去质问他，也不需要去指责他的自私，你只需要毫无预兆地默默收回你所有的额外照顾与客气，不再主动联系，不再主动帮忙，不再提供任何超出基本礼仪之外的便利。他来找你，你客气而疏离地拒绝；他需要你，你保持分寸的回避。你要让他知道，你对他的好不是义务，而是一种选择。既然是选择，你就可以随时收回。当你收回了你的好，他才会猛然醒悟，原来你给他的光并不是太阳，而是你可以随时熄灭的灯。你给得起也收得回，这才是你行走世间最大的底气。这就像做生意，你一直免费供应，对方就会把你的东西当成赠品。一旦你开始收费，他才会意识到价值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你的善良如果太廉价，就没人珍惜。你必须给自己的善良标一个价码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享受你的好，那些只懂得索取的人不配，那些把你当工具的人更不配。你要学会区分，谁值得你付出，谁只是在消耗你。那些消耗你的人，你越退，让他们越得寸进尺；你越客气，他们越不把你当回事。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欺软怕硬。你只有让他们知道你有边界、有底线，他们才会收敛。断就是划清这条边界。你要学会及时止损，不要因为舍不得过去的情分就一直忍让，不要因为怕得罪人就委屈自己。你的善良如果没了边界，就会变成别人伤害你的武器；你的付出如果没了原则，就会变成别人理所当然的习惯。所以该断的时候一定要断，断得干净，断得彻底，不留余地。这不是绝情，这是自保。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，又拿什么去对别人好？断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断开那些不健康的关系。有些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，你一直在付出，对方一直在索取，你一直在忍让，对方一直在试探，这种关系留着只会消耗你。你要有勇气斩断它，不要觉得可惜，因为真正可惜的是你被偷走的时间和精力。你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身上，用在对的人身上，该有多好。所以断是把自己从泥潭里拉出来，是让自己重新呼吸，是告诉自己我不再惯着你了，从今天起我的好只给值得的人，那些不懂珍惜的人让他们走，你不必留，你留也留不住，因为他们的心根本不在你这里，他们只把你当提款机，当情绪垃圾桶，当免费劳动力。醒醒吧，你越是这样，他们越不会尊重你。你要学会冷漠一点，不是对所有人冷漠，而是对那些消耗你的人冷漠。把热情留给真正在乎你的人，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，这样你的世界才会干净，你的心才会轻松。这就是断的智慧，它让你重新拿回人生的主导权。断还有更具体的方法，比如你可以先从减少回应开始。以前别人一发消息你秒回，现在你可以晚一点回。以前别人一有困难你立刻冲上去，现在你可以先问自己一句，这是不是我的责任？以前别人一抱怨你就陪着叹气，现在你可以选择听听就好，不接话。以前别人一借钱你就心软转账，现在你可以直接说，我最近手头也紧。这些小小的断都是在告诉别人，我不是你的免费资源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有我的原则。你如果尊重我，我可以考虑帮你；你如果得寸进尺，那就对不起了，我的善良很贵，你得配。好，第二个动作说完了，我们来说第三个动作，冷。冷是极致的专注，是彻底将对方边缘化。在这个喧嚣的红尘里，最大的报复从来不是恨，而是无视。你恨一个人，说明你还在乎他；你跟他生气，说明他的言行还能轻易左右你的心。你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，实际上就是把支配自己情绪的权利双手奉送。你恨他，他就赢了；你为他而气，他就得逞了。有智者说过，境随心转，你的心是什么样的，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。你把注意力放在哪里，你的能量就流向哪里。当有人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，排挤你，或者用冷言冷语中伤你时，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它当成一缕空气，甚至当成戏剧里一个微不足道的龙套，不看不听不打听，甚至在迎面走过时，你的眼神里都没有它的存在。把所有的精力100%地收回到自己身上，去读书，去工作，去考证，去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当你站在更高的地方时，俯瞰下去，他那些小肚鸡肠的算计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把戏，在你的世界里根本不值一提。你过得越来越好，飞得越来越高，
就是对他最体面的反击，也是最彻底的轻蔑。这就是冷的力量，它让你从仇恨中解脱出来，让你不再被烂人烂事纠缠。你要明白，你的时间很宝贵，你的情绪更宝贵，不要把它们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身上。那些在背后说你坏话的人，根本不值得你多看一眼。那些想看你笑话的人，根本不值得你生气。你只需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，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应。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，你不需要去解释什么，你只需要默默的努力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当你们再次相遇的时候，你已经站在了更高的地方，而他还在原地踏步，甚至可能更糟。这种对比比任何言语都有力量，他会自己感到羞愧，他会自己远离你，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站在你面前。这就是冷的高级之处，他不需要你动手，他只需要你活得精彩。你活得越精彩，那些轻视你的人就越难受，因为他们嫉妒，因为他们不甘心，因为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，没有他们，你过得更好。这就是最狠的报复，也是最有修养的报复。你不跟烂人烂事纠缠，你不让自己陷进负面情绪里，你把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提升自己，这样你不仅赢了局面，还赢了人生。冷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你要学会给自己的心降温，不要动不动就热血上头，不要别人说两句好话你就掏心掏肺，不要别人装一下可怜你就心软。你要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，这样才能看清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。很多人之所以被人拿捏，就是因为太容易上头，别人一示弱他就心软，别人一吹捧他就飘。你要学会冷眼旁观，用理性去判断，这样才不会被别人利用。冷不是冷漠无情，而是冷静清醒，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，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考验。真正值得你付出的人，不会因为你的冷静而离开，而那些只想占你便宜的人，会因为你的冷静而现出原形。所以冷是一面照妖镜，它能让你看清很多人的真面目。你不需要去揭穿，你只需要保持距离，让时间给你答案，让行动给你筛选。这就是冷的智慧，它让你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和自在。冷还有一个具体的练习方法，你可以每天给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关掉手机，放下杂事，只是安静的坐着，看看自己的呼吸，看看自己的念头，让心慢慢降温。你会发现很多焦虑和愤怒其实都是因为心太热了，太在乎了，太想得到认可了。当你的心冷下来，你会看得更清楚，谁值得你靠近，谁应该远离，什么事情重要，什么事情根本无所谓。这种冷不是疏离世界，而是让自己拥有更好的判断力，它是你在红尘中保持清醒的铠甲。好，3个动作都讲完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静是情绪的沉淀，是建立不可预测感断，是收回你的价值，是撤回你的善良冷，是极致的专注，是彻底将对方边缘化。这3个动作不需要你说一句重话，也不需要你撕破脸皮，更不需要你大吵大闹，你只需要静静的、淡淡的、冷冷的，就能在波澜不惊中守住自己的山河。你的静是无法被看穿的铠甲，你的断是收放自如的底牌，你的冷是高不可攀的边界。真正的高人用一生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强大不是能打败多少人，而是不被任何人打败。修行终究是一场向内求索的旅程。如果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哪怕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点醒了你，也请你长按点赞，让我们在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用这3个动作好好保护自己。如果你也渴望在人际关系中找回尊严，活得硬气，请在留言区写下内求强大这4个字。这不仅是对自己的承诺，也是我们一同在红尘中携手修行的印记。你身边也有那种得寸进尺，需要你用这3个动作来应对的人吗？你曾经又是如何用沉默或收回善良来保护自己的呢？期待在留言区听到属于你的故事，我们一同在文字里互为光芒，照亮前路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请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